接下來我們持續關心到的是張幼俠落馬。那這一回呢，解放軍是說煥宇重生。難道習近平現在是在整軍進入倒數階段了嗎？隨時能打勝仗嗎？我們今天就這些議題一起來做關心。我們特別關心到，在張幼俠還有劉正立落馬之後，解放軍報這個時候突然間出了一篇他的最新評論，是這樣說的：以強烈的使命擔當攻堅奮進。那他特別提到了說，要查處張幼俠跟劉正立等腐敗的分子，目的是清除影響事業發展的攔路虎跟絆腳石，並且這邊特別提到說，2026年就是實現建軍100年奮鬥目標的攻堅之年，要隨時準備能夠打仗，隨時準備能夠打勝仗。我們看到華府智庫怎麼說的？他認為說，解放軍現在正在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設定的2027年現代化目標前進，但是關鍵來了，張幼俠明確的點出了說，2027年恐怕沒有辦法達到，而是要在接近2035年的時候才能達到一個現代化的目標。所以看得出來，两個人的在現代化跟建軍發展上面差了8年，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習近平這邊提到解放軍要到隨時能打仗，他是說在關鍵的2027年，但是張幼俠說沒有辦法，要到2035年，這會不會是習近平今天痛下決心要整頓的真正原因？艦長怎麼看？首先，我要知道，就是你們可能不太了解職業軍人的這些想法哦。其實職業軍人，尤其高階哦，他們是基本上都是鷹派。為什麼你知道嗎？打仗小兵上戰場，年輕的弟兄上戰場是很慘，但是高階將領的權力會瞬間的大幅度的膨脹。我舉個簡單例子，如果說現在台灣進入戰爭的狀態，第一個，台北有一個北部戰區。就叫作戰司令部，那是一個中將而已。只要一進入戰鬥狀況，他的權力會遠大過台北市市長。他可以立刻去徵用你这，徵用你那是戰時。所以你知道，戰時軍人的權力是很大的。那你從這樣講，我幾乎所有看到高階的，最後都是鷹派。那誰是鴿派呢？我看了這麼多人，我覺得習近平是鴿派。為什麼？你從他講了好多事情，第一個。有人跟他講說：“這個美國就是希望誘惑兩岸打起來。”他說：“我才不會上當呢。”這是一個。第二個，你要知道習近平的角度，他是站在全國叫做總書記，總書記的觀點是看到全國的發展。我一再的看到不斷的有知識分子在呼籲這個解放軍北京或怎麼樣，你們20年之內不要打仗，你只要不打仗。你按照過去20年的這個進步嘛，你可以看得到過去20年怎麼去，你再這樣進步20年，你知道他的實力會多大？就像穩穩當的，可是一個打仗，那是一個大變數，他可能就停滯在那，或甚至倒退。所以如果你是習近平，就知道我真的盡量不要打仗。台灣台獨怎麼樣？他會獨嗎？不會的，他會跑掉吧？他也不會的。就在這，我越來越強大，將來統一就會越來越方便。所以習近平。我也聽過一個認識習近平旁邊的人，有一次跟我講說，因為他是在兩邊做生意，他有一次跟我講說，他聽他講，習近平說他絕對不會動用軍事手段，因為他可以用別的手段，有太多手段了。你為什麼要動用軍事手段呢？所以你說像這個東西，如果今天是習近平說2035，張幼俠說2027，我覺得即使我也不相信，但是我覺得還有一點可信。但是現在正好反過來的哦。誰說的？那個華府智庫那個小孩子，你看多年輕的一個小孩子，根本不懂，他也不懂解放軍。所有的軍隊記住哦，政治決定打不打，軍隊決定如何打。如果中央政治局常委7個人說我們要打這場戰爭，張幼俠他有什麼資格說不打？他有各種的方法，他都要去想而已，所以他不可能去推辭說我不行打。所以這個是我真的是不太相信的。至於那你說，那最近為什麼抓了這麼多上將？你們可能真的忘了，不是只有抓上將啊。習近平上任到今天，我剛剛才查的這個 ChatGPT， 他總共查辦了多少人？中國共產黨720萬人，超過中共共產党百分比超過7%。我覺得習近平是有一個有大志的人，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人像他這樣子的全面的打貪。那他如果能夠完成這個打貪的任務，他可以挽救中國共產黨的亡黨亡國的未來。
再照他們這樣攤下去，真的會亡黨亡國。所以我覺得習近平在做的是這件事情，我希望他能夠成功，我希望他能夠挽回中國共產黨當初的那個初心，叫做為人民服務。好，一方面習近平現在的動作是在打貪，那另外一方面有沒有可能他也是想要借此來替解放軍建立一個全新的指揮體系呢？這個我們等一下一起來做解讀。因為呢，其實我們看到解放軍報，同時在這個內容當中，除了剛剛特別提到之外，其實它還有其他的內容。它特別裡面又強調說，查處張又俠跟劉正立是拔除流毒根源，還有實現煥宇重生、全面從嚴治黨、反腐敗鬥爭的重大勝利。那全軍他特別提到，要以習近平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政治建軍，並且這邊特別強調了說，接下來要聽習主席指揮，對習主席負責，讓習主席放心。講了這麼多次，像這個怎麼看？我想現在對張又俠這個部分的處分，在中國大陸內部已經定調非常非常清楚了，而且他們在自己本身也提出張又俠有犯了5大問題，當然其中最重要的第一個是貪腐，那貪腐這個沒有疑問。第二個部分主要還是有提到，對於軍委主席的命令，確實是張又俠有自己的意見哦。那我想這幾天在美國方面，特別《華爾街日報》披露了好多的消息，包括他跟美國方面怎麼又說他洩露了什麼中國大陸非常關鍵核武器的密碼等等的這些說法。但總體來說，確實沒有異議的部分是在整個解放軍系統裡頭的最高位置的張又俠，相對來說是我們不能說親美，但是跟美國方面有溝通管道。那麼在各方面他也親自訪問過美國，所以這裡頭確實是有在美國方面是比較不一樣的，有一些溝通的機會。那麼第二個部分是，確實張又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跟主張。我想在早前幾年的時候，無論是在外媒，或者是包括法倫系的這些的夯不啷當這些媒體在講裡頭，很多的捕風捉影都認為在軍事層面上，習近平生病啊，習近平等等的這些流言蜚語，只要稍微在講的時候，大家馬上把軍令指向張又俠。那張又俠確實是2把手是事實，所以現在這一波的定調，毫無疑問，當然我們看到剛剛思敏講那3句話蠻特別的，他提到，聽習主席指揮，對習主席負責，讓主席放心。這個3句話也不是平常他們就在講的，就表示說過去確實沒有那麼聽指揮哦。所以這次當然是作為一個解放軍當中的，有整個所謂中央軍委主席，由習近平自己本身在指導這件事情的話，應該是沒有異議的。那至於這些剛剛講有沒有什麼流露出去，慢慢大家會查證。只是說，到底習近平是不是現在開始把張又俠查了之後呢，就要開始好好來整頓？其實我們在台灣每次聽到這樣子的分析，我都覺得很頭疼。對於中共，你要理解，他只要宣布或做一個具體的行動，我想就張又俠要查他的弊病，包括他這麼高，至少準備2年以上。也就是說，他抓了、宣布了，不是說抓了宣布我才要開始做改革，而是人家2年前已經在準備，而且已經在改革。這幾天其實在中國大陸，包括外媒討論很多。舉個例子，就是先前有關於北京的軍區，早先在北京，習近平的中南海是北京軍區管的，可是後來把北京的這個叫衛戍區撥出來，放到陸軍裡頭，直接給中央軍委管。也就是說，北京這邊所謂的御林軍或者是所謂禁衛軍，不再是北京軍區，為什麼？因為先前北京軍區就是張又俠的直接的爪牙管的，所以在最敏感的時代就剝離出來的，而這就是幾年前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個當中有很多的權力的暗潮洶湧，並不是現在啪就撲上前去，而是布局相當的久。話說，其實習近平的改革，軍事改革從2012年他上任的隔年就開始了，反貪腐也好，把7大軍區過去都是每一個上將都自己抓個軍區，有點像古代的這個所謂的諸侯，或者是中國近代的軍閥割據一模一樣。後來大改，變成5大戰區，把陸海空火箭軍在戰區裡頭，所以不再是陸海空軍火箭軍大家各自領導，又跟打仗這件事情由戰區來主建軍為主。習近平這個大的規模，更不要說司法反貪腐哈。所以我覺得這一路而來，不是張又俠此刻接下來他已經弄很久，我認為張又俠是整個軍改的據點。好，那幹哥要怎麼看呢？對，完全正確，我非常同意上次說的，因為我不可能是。你從那個苗華、何衛東一路以來，對，然後現在是最大的張又俠，連張又俠都倒了，那
前面就一路平坦了嘛，沒人可以阻擋習近平的嘛。那怎麼辦呢？那中央軍委現在只剩下張勝明跟習近平，那是不是空前的這個不穩啊？對不對？說不定連下重要決策的能力都沒有，真的太小看習近平了，不要緊張。然後還有這個湯廣正，也就是華府智庫詹姆斯基金會的研究員，他說：“哦，這個張又俠明確表示要2035年才有辦法對台灣動武，難道習近平不知道嗎？那習近平就是要2027年就要動手，然後那個跟張又俠完全意見相左，因此造成兩人的局域，所以造成他中箭落馬。你太小看整件事情，沒有那麼簡單。”絕對沒有那麼的簡單，你不能就這麼三言兩語幾句話就可以去解釋為什麼張又俠會落馬的原因啊。那剛剛有提到說啊，這個林彪說過的那些話，要聽這個毛主席的話，要聽這個毛主席的講的話啊。那其實老實講一句，這個對於五大破壞而言啊，在習近平的眼裡，這其實很重要。有時候不見得是說我們兩個意見相左，而是在我很久以前就發現說，以你們這一批中央軍委可能沒有辦法貫徹我的意志，對吧？就是說可能沒有辦法真的理解我想要什麼。習近平他真的想要用戰爭或武力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手段嗎？我看不見得，我不認為他真的想這樣做。如果想要這樣做的話，早就可以了。他現在是希望說不用一兵一卒，不費一兵一卒。用封鎖、用威嚇、用各種各樣的手段就能夠做到。所以在這種前提之下，為什麼一定要透過戰爭的手段呢？所以我不認為，不管是2027或2035，不是這兩位老朋友啊會弄到劍拔弩張的原因，他一定另有其他更高深的，才會等到說今天習近平動手，其實他前面布局早就已經很久了。我不認為說習近平是認為他一定要用武力來解決台灣，這裡面也有很多千絲萬縷。我覺得我們繼續觀察下去，但我能夠確定，就是習主席他更加審慎來看待這件事情，他出手一定會更加的讓我們覺得什麼，經過了非常的深思熟慮，不是絕對不是像川普那樣隨隨便便就放話，隨隨便便就動手，他一定要一擊就成功的。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立人